大家好，这一集啊，拍这个东西，这个栏目几年下来，我期待已久。我自己的收藏里面，可能没有一件是真的歌谣。那以前在看书呢，在研究这个东西呢，就有一个感觉，自己手上没有了，就看不下去。书写了半天，没有办法验证嘛，没有办法有一个体认感。10几年前开始在看这些收藏的这些东西啊，对歌谣或者是官谣啊，那时候我都是弃之如敝履的，难听一点讲，我的手上没有东西，你叫我看，我都看都不喜欢看，就也养成一个习惯，即便自己没有了。也慢慢去追寻到底它是什么东西，这是我心里的心路历程。那么很荣幸跟蔡先做好朋友，我能够参与，我觉得很荣幸。所以今天能够看到这些歌谣，也是准备了6件，要来给大家看。全世界博物馆里面有哪一个博物馆就是有超过6件歌谣的，绝对不超过10个博物馆。所以这个是印证了我对歌谣的好奇心。这是一个菊花盘，啊，整个是菊花的造型，它的漂亮啊，大家目测看得出来啊，它可能捏的状态，然后怎么样，或者枝梢这个情况。那么这个可能就比较难了，啊，故意的把它拱起来，让它胎土的颜色浮现出一个造型，看起来好像鹿的角一样，就是七角形。后面的这个。拱起来，让它像是一个叶脉一样，这其实它这个花啊，它要捏这个就很难了。它这个线不是对应的外面线，它是另外这个做出来的，不对应的。不是对应，这个是给它推拱出来，这个里面很奇怪，它看不出是给它凹下去的，对，也看不太清楚是好像留白一样的一个感觉上。做工啊，真的是。到目前我也不知道它怎么烧的。你到现在还不知道它怎么烧？很难，我对一般的我都知道怎么，就这个我到现在没有办法。我想这个东西啊，世界上很多的陶艺家或者陶艺工厂啊，像日本啊、德国、像英国、像法国，现在都还有很多的手工的一流的陶瓷厂，他们一定很愿意看到这一件的真品在手上，他们一定想 copy 啊，他们会一直追求。因为这个工艺啊太不容易，特殊了。然后这个工艺啊，南宋到现在800年，这个东西看起来啊，整个造型或者整个技术看起来还是非常现代化。一般来讲说，官谣歌谣不分，其实官谣有官谣，歌谣歌谣。那官歌不分的话，有一种瓷器真的是官歌不大容易分得出来。官谣开片是大片的，这种歌谣开片就是我们现在记载的百基岁，就是这种开小片，有金丝铁线哈，像这种哦。它的金丝铁线成因是自然的，因为黑线是烧出来就有的，那个金丝是后开片形成的啊，但它的形成的时间很短，不会说很长，它可能是可以做某种的外来的因素让它造成金丝，这有一种说法啦，因为我这歌谣因为找到窑址都找不到，后来找到一个老窑工在大陆上，他有时候有一种传说了哈，讲故事了哈，不能可以说参考。他是帮官方烧造的官窑器，就是官搭民烧，就是说一些很多达官贵人要宫廷那种窑那种瓷器官窑，但是
但是官方烧造是皇帝用的，我是依照那个请民间帮我代烧，就是烧这种仿官窑器。仿官窑器对，，当然做的工作都是跟官窑的做工一样的细致啦。做完以后，有一个窑厂做了几十件，但是准备要开窑了，刚好遇到发大水，就是水灾洪水了，跑掉了。跑掉过了水退了以后，大概几个月，窑炉一定完蛋了嘛，当然还是回关，要不然重启炉灶再开始烧窑，它没有别的技术。哎，发现那个已经被水淹的那一些瓷器都没有坏，被埋了几个月的红土了。因为水淹过了，这水退以后再埋在红土里面的淤泥里面嘛，它洗干净以后就发现那个除了铁黑线以外，开片以外，还有一些就是小小的一些我们现在所谓的金丝那种颜色，它洗干净一样上脚啊，所以这个反而变成什么比官窑还要受喜好的一个瓷器啊，是这么讲的哈。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是地方官往上呈到工地里面，皇帝看到也很喜欢，也烧，但是就烧不出来，因为那个是意外有金丝铁线，所以说你现在找窑址是找不到的。后来没办法，只有后来用什么，在元朝的时候也有割窑啊，因为割也不少，那就用染色的方法。染色一般呢就用一些植物啦，或是加一些什么茶叶水，加一些植物的这个去染的这种颜色。当然那个颜色也是矿物啊，跟原来红土的是差不多的。所以这个类的，你从元朝的可能它的开边就不大一样了。像这种就自然开边，这种成色都比较早期那种所谓的百基穗，这种就是文献上面讲开的细碎纹是这种的。刚刚讲的这个是以我的判断，以我的水准的哈，或者我的判断，我认为是完全不可取的，完全不可能洪水成灌，哎呦，那个是不切实际的东西。这是在浙江那边的一个以讹传讹，或者是也不是有常就也不然一般人听不到这个故事的，你老窑工这样讲故事一样讲出来的，就是听听而已啦，听听可以的，但是我认为是完全不合理的，不合常理的。但是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可以归纳，就是一定是在官窑前后的时间啊，非常接近的，或者是同期的时候烧出来的。那么基本上不是在官窑的窑址烧的，对，这是民窑烧的。如果官窑的窑址烧出来同样有这个副产品的话，不会只有传世量这么少，对，应该还会再多。对，起码它窑址里面还有它的残片，对，因为这个漂亮度不会比官窑差。对，以那个宋高宗啊、赵构啊，他那个水准啊，以我的判断呢，赵构的档次不会输他太多，因为赵构的图画，他的字啊。也都非常漂亮，我大概都有看过。如果这个是在同时的，它的官窑数能够烧的话，量体不会这么少。那么民间烧的怎么会数量这么少？这又是一个问号了。因为这么东西漂亮啊，照道理人家会要啊，市场的需求啊，很难烧成功，就这样的。也可能更精工，反正就是说，大概是同个时代。然后他追求跟他一样的一些效果，我们讲究的金丝铁线啊，也最起码铁线的这个状态嘛，是完全是一样嘛。后来再出来的那是另外一个说法，就是有一样的铁线，那就是味道已经接近了啊。这两件，一个是炉一个是洗啦，这洗，对，这洗哈，这个洗的做工啊非常精细啊，8个连瓣口，你看里面有唇呢，它不是直口呢，它是唇呢，有唇，它外面层次你看看，从这边拉下来一个层次，又下来有一个层次呢，又下来，然后底下你看看那个底足啊，它底足也是连瓣的底足，它只留我们讲就是说。0.1公分啊，1 millimeter， 不会超过2 millimeter 这样的一个留白。它这个铁线啊，哇，它金丝的非常明显，釉色的颜色啊偏白。上一集官窑我们看两个，我说很像木化石，那么这个没有那么白皙啊，比较偏那个偏公色。对，所以你说这个是歌窑已经比较百几岁，这个就拍片就开得很宽啊。对啊，这一种的就很多人认为说官歌不分了。对呀，所以你要说这句话就不一定成立啊。但是它是修胎的方式，它是以歌窑的
因为官窑没有这样修台的。哦，那你是有学问的，所以讲这句话。这一类叫做光格不分啊，它精细度不影响它的估价了啊。再下来这个就很普通，很标准的歌谣，百济岁啊，开边那么细，这个是要插香的，拜拜。这是标准的歌谣的釉表的成色啊，这是标准。炒米黄，它的釉那个我们叫酥油了，对，酥油光，漂亮，一定有加上这个宝石的这个釉料，但是没有做工，这个跟这个做工完全不一样，完全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烧香不能太花俏啊，它已经是有点那个了，你看它3个带组啊，它还是有凹进去的3个，对，也是有它的功。这个就是仿青铜立的器型啊，对。再下来这2件呢，这一件我是高度的赞赏，现代人的眼光，收藏家或者是艺术家或者是喜欢艺术的人来讲，都会觉得这个很漂亮的东西。就像一个喇叭口，这个基本上是做花插啦，我看用途不会太多啊，做花插是最好的东西，底下也稳稳的。它这个很夸张，很夸张在哪里？它这个铁线啊是长条形的。就好像官窑有一些也是一样，拉得很长啊，它是这样拉得很大胆，这些小小的金丝啊覆盖，就好像漂亮的树，像日本的樱花树一样，拉出去啊，那个樱花点点点点，环形密布这样。它这个釉色啊，也是米黄釉，米黄釉啊，但是就是漂亮的釉色啊，会发出那种油酥光。拉下来这个器身呢，有2道弦纹。它是拉出来拉这没有错，但是这个整个器型就是仿商周青铜器的青铜箍的器型，青铜箍的器也有这2个节。好，这整个是仿它，你看也有这种台阶。好，都有。那你认为这个像这样简单说明一下，因为一般人不太容易像这个怎么拉得出来，怎么去成型？你看它是怎么样？当然是接的啊。是怎么接法？你最宽跟最窄的地方一定要接啊，这个地方就接的嘛。像这个地方也接的嘛，在这边，对，这个地方接的嘛，这个下面这边也接的嘛，对，底足是最后再接上去，对。中间这2圈呢？2圈它修出来的啊，3段结合出来是吧？对。如果说有知道商周青铜器的青铜箍的话，他就会欣赏这个器型，因为造型跟商周的青铜箍几乎做的90%像。官歌都差不多一样，它在底下这个修足啊，都是很精致。这个做工是真的不容易，非常不容易。再来这个怎么样看，我又不会觉得它漂亮，但是也是歌谣。它为什么表面烧得出来？这个表面啊，不像这个，你看这个纸这么顺，这个是身上是疙疙瘩瘩，到这边也疙疙瘩瘩。它这个底足啊，底子修的还可以的，但是没有那些那么精致啊。但是身上为什么疙疙瘩瘩？它这个是因为胎土掏炼的没有很均匀，然后加上它干燥的时候的话，没有均匀的那个一颗一颗就跑出来了。那个胎啊，没有锤炼的很精致的，它就会跑出来。还有一种可能，类似用模子之类的，从宋朝就有在做模子的哈，它的模子是半手工半模子做出来的，那种也有这种情况的。是因为看它不是很顺，所以我们轻易说它不是很漂亮。所谓的不顺，表面没有，它有它的一定有它的道理。毕竟它是歌谣，也有它漂亮的地方啊。但是它的值钱是绝对不会有问题的。只要是歌谣，所以这绝对是很值钱的东西。那后面的字是后来才刻的。它后面这个字叫什么？易经元啊？没有，易经元是北宋的一个皇家的陵园呐。还是南宋的时候，那个皇帝也开始仿照北宋的造一个易经元，这个字也刻得不错，字也写得不错。有一个瓷器，好像有拍卖过，上面就易经元，那易经元是宋朝就是刻上去的，它是仿那个字刻的，字也不会太差，还仿那个字写的，但是宋朝的字不差，他仿宋朝那个写，对啊。然后他我一眼就看出来，他是后来刻的。那你是行家，当然是不是？如果说以前刻的话，是用那个什么，是用沱锯刻的，就刻。玉匠对，烧好再刻的。那这个是后来用电动笔去刻的。
你看他那个沟槽，就看一眼就看出来了。今天歌谣这个6件啊，可能有一半是精品中的精品，可能1、2件工没有那么细，但基本上我想蔡先生拿出来的话，应该他是确认是歌谣当代的东西。我们也看到就是官窑，包括在故宫呢或哪里的官窑，看出来官窑有些也很古拙啦、古朴啦，那手工啊也没有特别的细啦。我们讲，所以工艺品也是这样。歌谣烧造年代，你知道什么时候吗？南宋后期一直到元早期这段很短的时间就没有再烧了，就不见了。如果说是南宋后期的话，那是比官窑还晚很多呢。对，比较晚一点。对啊，南宋官窑早期的赵构烧的那一段有没有再持续下去？因为南宋是接近200年呢，南宋180年左右应该是呢。对，180。那个官窑有没有一直持续？这是一个问号。南宋中后期开始才出现歌谣，到元早期还有出现过。那所以这问题就又更大了，会不会同样一个时代，为什么量体会那么少？这个是这谜团真的是很大，扑朔迷离哈。不过就是歌谣稀有少，确实也是很漂亮。烧造的还是个谜，不晓得在哪烧的，还是在浙江那边烧的，对，那是肯定的，那个地方是烧的是绝对肯定。有的说是景德镇烧的，那是完全没水准的讲法，好不好？现在都什么事情都是景德镇，什么都是景德镇，那个是完全不符合实际的一个讲法。我想起来了，我有一件景德镇烧造的官窑，南宋官，他仿南宋官窑烧的，是谁烧的？明成化之后仿的。还跟着像了，那是白胎嘛，它涂上一层那个黑色的，你看见一个黑胎，磨了以后里面就灰白胎。谢谢哈。